重生第18章重生上。齐浩洋第一次来 S 的时候遇到了雪崩，幸运的是在被救起的时候，除了胸骨骨折和面部冻伤外并无大碍。据他所说，当时是被一个神秘的女子所救。随即我和马里欧就去了 C 岛，只好将他暂时留在赫曼的豪宅里疗养，由管家照顾他。由于出发时考虑不周，加上经验不足，判断失误，导致我们被困在 C 岛。中枪后的马里欧因为严重感染，在海啸来临前就没有了呼吸，而我也随着岛屿一起沉入了海底。虽然有些记忆我个人无法解释，道不清究竟是梦境还是幻境，但齐浩洋却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，而这个答案竟有他的背书。考虑到他的身份，我也就自然地接受了这个答案。说到这个女人，就不得不提到齐浩洋在我与马里欧离开的第2天便按捺不住找到那个女子的念头。他忍着伤痛，独自在雪山中茫无目的的寻找，却没想到坠入了深不见底的冰川裂缝之中。一时间有如闯进了一个异类空间。据他描述，醒来的时候雪茄已经护住了双眼，当他看清自己置身于一个圆形的隧道时，身体已经随着光滑的冰壁迅速向下滑去，直到停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之中。因为四周全是千年不化的冰，齐浩洋的身体正在临近失温的边缘。恍惚间，眼前出现了一块巨幕，起初的画面是一面黑暗，接着是火红的物质从高处向斜下方流淌，然后画面颤动，所有的一切都在一阵猛烈的巨浪中瞬间消失。黑色的水面上只留下一块红色的区域，向外沸腾着，冒出浓浓的烟雾。齐浩洋意识到那是火山岛地震后沉入海底的画面，但那时他还不知道为何以这样的形式向他展现。当我听到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立时向他说明了 C 岛当时的情况，与他此番描述几乎吻合。齐浩洋点了点头，接着道：正当我感到困惑的同时，我也意识到低温症很快就会结束我的生命，但你要知道，我那时处在冰川的底部，根本没有办法。那后来呢？我点头表示的确如此。后来我就没有了知觉，直到我见到他在对我说话，我才感觉不到寒冷。齐浩洋向身边望了一眼，接着道：我当时有一阵灼热的感觉，一睁开眼就看见了一位皮肤白皙的女子，她好像在对我说着什么，虽然我开不了口，但依然可以与她交流。她告诉我你们遇难的事情，以及我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身体里了。听到她这么说，我立时问了她一个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问题。齐浩洋有些激动，我没有发问，等他继续说下去。我问他：你能不能救救他们？齐浩洋道：这是当时内心的想法，如果换在平时，我根本说不出口，但那时我只是这样想，竟然就表达了出来。然而我也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齐浩洋摇了摇头，苦笑了一声，接着道：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死在这种地方，也绝不会相信灵魂会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此时的齐浩洋已经疯了，
一个外科医生竟然说出这样的话，不得不让我担心他的前途。他的叙述大致如下：身体与灵魂分离，在普通人看来就是死亡，而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即便是活着的人，也会有灵魂暂时分开的情况。他认为，所谓灵魂、记忆、意识，就相当于驱动身体的某种力量。就像一部电脑，刚买来的时候，除了操作系统，其他的软件则需要每个人自行安装。至于电脑用来做什么，因人而异。如果只是浏览网页，就不需要安装太多的软件。当然，拿来看电影、网购也差不多如此。如果需要做更专业的事情，例如创作、开发、编程这一类，就需要植入更复杂的程序。那么，此时的电脑主机就是人的身体，不同的操作系统便相当于灵魂，而被你植入的软件、照片、文档等等，就是记忆。当然，市面上的电脑似乎不存在自主意识，也许未来会有，但那个时候人与电脑之间的平衡将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他的意思是，当电脑损坏时，只要将资料拷贝出来，再把数据植入任何一部电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样的在另一部电脑上使用。如果只是中病毒，我们甚至可以轻松的进行删除、格式化后重装系统，只要重要的数据还在，就不妨碍继续使用。换句话说，就算是一部没有系统的空白电脑，连按下电源键都没有反应，也不能断言它就是死的，除非完全损毁。不得不佩服齐浩洋的想象力。我不置可否地问他，人与电脑毕竟有所不同。退一步说，电脑可以用移动硬盘来复制数据，的确可以按这个方法操作。可是人呢？虽然目前已经在研究读取人类的思想活动和记忆，但也只是蹒跚学步的阶段。至于能不能实现，没有人可以保证。齐浩洋却笑了一声，他指着盒子里的玉石道：太阀。他认为太阀就是读取记忆的装置。我不禁深深地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我道：他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记得这东西会让人感染一种病毒吗？齐浩洋直了直身子道：其实关于病毒我们了解的并不多。对了，你知道纳米机器人吧？一种利用分子技术把机械装置植入体内的前沿科技，与这种病毒很类似，只不过太阀里的物质称为机器人也好，病毒也罢，它的功能要强大得多。我立时回忆起当初感染后的几个梦境。我道：你的意思是，这太阀让我们感染，其实是在复制我们的记忆？我的脑袋瞬间嗡的一声响。齐浩洋的所言对我来说实属意料不及，虽然一时无法接受，但也理解了他如今的转变。齐浩洋在冰川里因失温后而丧生，他的记忆被移植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刻。或许这种记忆覆盖的方式就是所谓的重生。当他经历了这些后，才觉得应该向赫曼医生道歉，也就有了后来我们到 S 国滑雪的邀请。之所以他在飞机上心事重重，也许正是因为有些事情必须要找到那位女子弄清楚，他才会在抵达的第2天就不顾雪崩的危险，也要去山里滑雪。我想他当时在雪崩后失踪，应该就是为了见到她。
这一点在我们之后的聊天中得到了印证。我瘫倒在客房的座椅上，陷入了沉思。正当我在想，为何只有齐浩洋和我回来了，赫曼和马里欧呢？他们现在在哪里？或者说，他们的灵魂身处何地呢？就在这时，一阵熟悉的灼热感渐渐向我靠近。恍惚间，我的脑袋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说，他们将会在某个时刻重生。我立时向着发热的那一侧望去，一个身材高大、皮肤白皙的女子渐渐出现在了我的身边。一时间，我竟无法形容她的样貌。也许我不应该用美丽来形容她，但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这个女人有着完美的形象，长发飘逸，弯曲的眉毛，动人的双眼，还有那微微扬起的嘴角。